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妹妹身旁悉心照顾。丽妃多次向她出手，都被我挡住了。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对我。说实话，我也并不认为你们东海的那个什么胶能有什么用，本宫也不感兴趣。可能是在后宫时间久了吧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可是，如果皇上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？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恐怕只能落得和你夫君同样的下场。除非是……殿下，小心点啊！夫人，小侯爷来了。啊！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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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你今日没有出门会朋友吗？我听小燕说，母亲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孩儿不放心，特来请安。没什么，不过夜间偶有惊梦罢了。怎么了？你听到什么了？大概是只野猫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孩儿其实一直想向陛下讨个什么差事，出门历练一下。只是怕母亲身体不安，有些不敢远行。你想出门办差？傻孩子，哪里有什么好的差事给你办呢？你明明知道。孩儿明明知道，咱们莱阳侯府失宠于先帝，是不受人待见的。谁跟你说的这种话？这还用别人说吗？父亲身为先帝的皇子，却死无封号，未曾陪葬皇陵。想也知道一定是犯了什么错，以致被先帝疏远。早早病亡。母亲，陛下赐我这个2品侯位，日常尊养，倒也从来没有刻薄过。
其实已经算是很恩宽了，对吧，母亲？其实说这些都还早呢，母亲倒也不必担心这些。京城最近如此不安，还是肯定不会离开的。京城不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事关东海，母亲迟早也会知道的。木子侯入京，已经杀了6个人了。在下濮阳英，恭候侯爷多时了。那封信是你传递的？正是，能够目睹天下第一高手的风采，在下幸甚，幸甚。你与此事有何关联？7年之后突然想起送信了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与此事有何关联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侯爷找到当年杀害淑妃娘娘的幕后真凶。你以为你告诉我真正的凶手之后，我便不会杀你了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与侯爷要做一个顶好的交易。那就看这桩交易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大哥，平静。我跟徐大哥已经商量过了，他先去安排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宫中问话。吃饭了没有？随便吃了点。朱娇的事一直没什么进展，大哥心里一定很不舒服吧？皇后娘娘倒是找到了打造此河的那个匠人。那我去盘问一下嘛。7年前就死了。这道庄河是他打造的最后一样东西。怎么可能那么巧？这中间绝对有什么问题。可是庄河完工之后，内廷司伊利有3道插件，诚若正阳宫时，前殿女官和长氏姑姑又会再验看一次。就算这东西夹带的十分精细，可是也不至于3番4次特意验看，也都看不出来呀。
是啊，这重重插检，若说所有人都在局中也不可能啊。居然这么多人进来，生怕这风声走漏不出去吗？如果这个东西是在城入正阳宫之后才出的问题，那么就应该与这个匠人无关。为什么偏偏他死了？一个和正阳宫之间隔着重重关卡的小工匠，他做了什么？又能做什么？会不会？平京来了。令妹远嫁异国，独在深宫，不仅没有得到庇护，最终落得一尸两命、公道难伸的悲惨下场。下手的人固然要受到惩罚，可在下以为，此事与大梁皇室脱不了干系。你什么意思？在下为侯爷制定了一个绝妙的计划，既可以为令妹报仇雪恨，又可以实现侯爷心中的宏图大志。哼，侯爷此来虽是要解开淑妃之死的谜团，但藏在侯爷心中的，难道不是对东海伟业的远大抱负吗？如今贵国朝中各为其主，人心不定。侯爷身在世外，但心中一定有所不满。在下信奉的白神告知在下，改变这一盘散沙的局面，堪当东海之王的重任就在侯爷您身上了。在下预言，3年之内，侯爷便能成为东海之王，而10年之内，东海之王定能称霸天下。话已至此，侯爷就不必再隐藏心中的抱负了吧？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？先为淑妃娘娘报仇，然后再在大梁埋下东海的种子。在大梁埋下东海的种子。正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帮你实现目标的人。瞧，这是林夕姑娘给的，说以后早晚各服用1粒，就不用吃汤药了。林姑娘总算是开恩，给了句安心的话，看来是有所好转了。是啊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你不是领了要紧的差事吗？怎么跑到你大哥这儿来犯懒了？我办差的时候，大嫂你还在睡觉呢。好，搬到那边放好了啊。是。那边，慢点。冬青，帮我们把窗户开开，透透气。是。大哥的院子怎么现在冬青在管？周管家呢？你大哥说周管家年纪大了，不宜太劳累。父王那边够他忙的，我们以后啊，就让冬青管我们这边。大哥总是这么体贴周到。可不是嘛，连我的2个丫鬟到了年岁，都是你大哥安排出府的。我这个人太粗心了，屋里屋外都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这话说的没错。这京城里多少大家闺秀，是又温柔又会伺候人，这打理起家务来，那真的是面面俱到呢。面面俱到是吧？那谁让你就喜欢我这样的呀？啊，对，说起来，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再后悔了。喂，你们2个，我还在这儿呢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可以当着平静的面这样对我？我知道你这个人，
我也知道你在大梁京城的地位。莫非侯爷对在下的计划不感兴趣？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为我筹算这些，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在下当然有自己的用意，侯爷只要清楚，在下的用意和侯爷的目标并不冲突，方可。说到这里，在下还想请侯爷帮个忙。侯爷可知道长林王府？这话问得有点多余吧？那而今长林王府在大梁的地位，侯爷也还清楚。长林君英武勇猛，长林王府自然功高盖世。如今的长林王府可不光是功高盖世了，长林君乃先帝所赐，皇帝向来对长林王府恩赏有加，皇帝与长林老王爷感情甚好，近来大有将长林王爷的意见视为己见之意。而老王爷已经年迈，长林王府真正的主心骨是萧平章。说了这么多，侯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想必已经知道在下话中的意思。萧平章，区区一个长林世子，不在话下。拿下萧平章并不难，可他身边还有人。世子妃蒙浅雪，笑话。就算她是蒙挚的侄孙女又怎么样？就算是蒙挚的爱徒，寻飞斩，我也没把她放在眼里。可还另有其人，长林二公子萧平京。萧平京，此人虽还年轻，但武功盖世。若是他与蒙浅雪联合起来，恐怕连侯爷这样的身手也很难从容脱身。我倒还真想去见识见识长林王府。陛下，陛下。没事儿。太医说只是风寒，未曾发热便不打紧。皇后啊，不早了，你回去歇息吧。这儿有他们侍候便是了。陛下玉体有恙，臣妾怎能安睡啊？好了，朕知道皇后有心了。去吧。去吧。是。你这又是跟谁学的？林姑娘给你行了好几次针了，感觉如何呀？哎呀，我也说不好。不过说实在的，
我这之前也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对。既然感觉不出，那你就去看林姑娘的脸色吧。要是有所好转，她的脸上一定会好看些。可你是不知道，林姑娘从头到尾连眉毛丝都不会动一下。我就在想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是怎么修炼成这样？怎么了？什么人敢夜闯长林王府？站住！二公子，董卿，在府外戒备。是，跟我走。是。你睡吧，今晚我守着。跑了吧？长林王府的守备比我想象的还要强。虽然进了东院，还是无法靠近萧品章。这个在下可是万万都没有想到，侯爷可是天下第一高手。你这般打探长林世子身边的防卫，是和他有什么恩怨吧？什么恩怨并不重要，要想瓦解大梁，实现侯爷心中的伟业，就要先灭掉长林王府。而现在，辅佐侯爷灭掉长林王府的人，在下已经帮侯爷物色好了。林静，荀大哥，我听说昨天晚上莫兹侯夜闯长林王府，你大哥大嫂没事吧？这顺序不太对啊，怎么先问我大哥他们？啊，我知道老王爷不会有事。还好没事，他还没到我大哥寝院就被发现了，之后立刻就逃走了。淑妃娘娘的事情跟长林王府没有关系，她为什么要闯长林王府？难道他是打算闯宫之前，先拿长林王府试试深浅？他还敢闯宫？我就乱猜的。走吧，先去问话吧。臣参见娘娘。陛下伤寒未好，娘娘怎么不在养居殿侍候？莫兹侯在金陵城中游荡，就如同淑妃的鬼影，时时悬在陛下的眼前一样。本宫不需要他说一句话便知道，他并不想见我。臣此次进宫，就是想请娘娘安心。微臣虽不知细节，但最多数日，此事便能了结。真正的了解。喝了。来，
朕打小就体弱多病，每次吃药，你都是这个表情。说好了放手让孩子们去折腾，结果陛下还是不放心呢。你冤枉朕了。太医说了，这是风感，不是忧思。太医还说了，最怕的就是津液发热。陛下好生歇息，管他外头什么第一高手、第二高手。今日这宫里，哥哥我亲自给你执业。好。淑妃宫中的医女说，临产前整整3个月，她一直都守在淑妃的身边，旦夕未离。哦，对了，除了几次淑妃与莱阳太夫人姐妹叙话以外，那莱阳太夫人的笔录呢？就没有人去问过莱阳太夫人吗？她与淑妃同出一族，姐妹情深不寿又毫无利害关系，按道理说绝无嫌疑，不用询问吧？这是案发前3个月，淑妃宫中的进出名单，你先看看有什么异常。你看完了那个，再看看这个。大哥还想查出谋害大嫂的凶手呢？我自然要查，何况这2件事情很可能是同一件事情。同一件事情？什么1件事2件事的呀？哦，我们正说当年淑妃的事情。大嫂，我饿了，饭都做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难得的机会啊，我都馋了好几天了。要不是父王今晚不在，我也不敢求大嫂下厨。你想吃了跟我说就是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哪敢呢？你们是没听过父王怎么骂我的吗？都说自古长幼有序，你倒好，不说怎么孝顺父兄，反而天天劳烦大嫂给你做吃的。你说，琅琊阁都教了你些什么？就这事儿都能骂我一顿，我就一直怀疑，我是不是我老爹从哪里捡回来的？好了，快吃饭吧，走吧。莱阳太夫人，她一个寡居的宫外之人，不会和淑妃娘娘有什么关系吧？也没说一定相关，但既然有些供述里提到了她，那就问问也没什么吧。就是因为提到了她？荀大哥，我不是要瞒着你，不过有些事过于私隐，也不好直接告诉你。莱阳太夫人毕竟是宗室女眷，我大哥要明日你我一起去。好吧，那就明日去询问一下。来，多吃点儿。母亲，孩儿虽然跟您说过想要出门历练，但也不是说话就走的。您这个样子，倒像是明天就见不到我了似的。下月就到你的生辰了，母亲想起你刚出生时体格不足，一只小猫的样子。20多年过去，你现在也长得像你父亲一样了。孩儿是一父子，没有福分见到父亲。不，你是有福分的。我儿子一定是有福分的。娘知道你胸中本有大志，是因为娘非要拖你困在这小小的侯府之中。
在这皇城上下，根本没有人比得过你。你想要做什么，就一定能做得成。母亲，幸亏您是我母亲，没人比得过我这种话，只有您敢说。快吃吧。莫最后昨夜来过一次，今夜应该不会再来，更何况还有你大嫂陪着，哪用得着你这么送来送去的？大哥伤势尚未痊愈，小心点总归没错的。大哥，小雪，外面太冷了，你先进屋吧，我叮嘱平静几句，马上就过来。大嫂早点休息。大哥，你说会是莱阳太夫人吗？无论如何，先前的结论也只是我们的猜测。毕竟，父王和陛下也曾与生前的莱阳王亲如手足。平静，你记住了，明日去莱阳侯府，无论你查出什么，但凡是与后宫之人有关的，必须立刻禀报陛下，依从旨意行事。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切莫先入为主，妄加处置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四哥，同为宗室之女，我还真希望不会是你。四哥今夜前来，难道已经认定是我了？
我与妹妹，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我既然来了，自然是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还说那些废话干什么？你，是你？我只是帮助侯爷提早了一点找到了你而已。直到此刻之前，我都很难相信，你真的会对小梅下如此狠手。难道狠心的人只是我吗？同为东海宗室之女，她是宫中宠妃，有陛下护持，我却是孤儿寡母，靠着殷勤恭顺度日。她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有什么资格说我不知是非？四哥觉得我对她狠，难道他待我就亲如姐妹了吗？在这深宫当中，有多少人想他死？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想他死？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同族姐妹。我不下手，也会有人下手，他早晚得死。好了，太夫人心中的委屈都已经解释清楚了。你下了这个手，侯爷便不可能留你活着，这点太夫人可还清楚？接下来我们得聊聊孩子该怎么处置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处置冤妻？四哥，冤妻什么都不知道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四哥，我求你，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是否无辜？四哥，我并不在乎，我只想知道，留下他这条命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四哥。你干嘛？看你被平津带的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平津说的对，小心无大错。我可是蒙氏出身，当你的护卫，我最合适了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如果墨兹侯来了，我让平津守着你，我得出去跟他较量较量。那当年我叔祖父也是第一高手呢。别盼着了，赶紧睡吧。我敢给你打赌，墨兹侯今晚是不会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昨晚他一被发现立即离开，并无丝毫恋战之心。我总觉得他似乎是想来故意试探什么，而且已经有了试探的结果。哦。哦什么哦？赶紧过来睡觉，被窝都已经给你暖好了。我费了不少功夫，才说服侯爷，给了一个这样的结果。
什么结果？留住小侯爷的性命，饶他不死，因为他今后大有用处。你们要利用元气做什么？那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谁也别想利用他。他身上流着东海的血，不会甘于平庸一生。利用二字，并没有夫人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人生在世，要先有用处，才能够得到机会，不是吗？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棒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愿是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换郎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，论豪气和